一起来看精彩短剧，别惹小祖宗。他金圈亲爸是女儿奴故事解说。若人生可以重来，桑宁最后悔的便是3岁那年喊出的一声爸爸。前世他为沈家耗费20年青春与真心，换来无尽消耗与满身伤痕，年仅28岁便遗憾落幕。带着满腔不甘，他重生回到20岁，一切悲剧尚未定型，所有亏欠与伤害都来得及彻底斩断清零。沈家的虚伪闹剧如期上演，沈星辰故意从楼梯摔落，全家人不分对错，将所有罪责尽数推给桑宁。桑宁冷静辩解，讲明是沈星辰自行摔倒，与自己无关。可他的坦诚，在偏心的沈家人眼中只是狡辩。养父沈思怒火攻心，厉声斥责他顽劣跋扈，谎话连篇，懊恼养出一个是非不分的女儿。积压多年的委屈瞬间爆发，桑宁冷笑着回击。幸好自己并非他亲生，否则这般步步退让、受尽苛待的自己，早已丢尽他的脸面。他绝不认领这桩莫须有的过错，更是放话，若众人执意栽赃逼迫，他不介意坐实所有罪名，让这场偏心闹剧彻底收场。桑宁心底通透，前世他对沈家的所有眷恋，终被家人一点点磨灭。短暂的温情属实，长久的背叛与消耗亦是事实。沈家每个人都曾亲手刺伤他。重生一世，他彻底斩断执念，不再对这家人抱有丝毫幻想，绝不重蹈卑微讨好的覆辙。沈思看着性情骤变、锋芒毕露的桑宁，满心不悦，抱怨斥巨资送他出国深造，没能养出感恩懂事的孩子，反倒让他愈发叛逆跋扈。桑宁懒得争辩，淡然转身，决意远离这场令人窒息的亲情闹剧。他刚抬脚，便被沈家众人拦下。桑宁眼神骤冷，一句好狗不挡路道尽疏离决绝。沈家大哥上前阻拦，端起兄长架子训斥他不敬长辈，态度恶劣。无休止的刁难让桑宁心生厌烦，冷喝对方滚开，直言这般仗势欺人的嘴脸令人作呕。沈思再度颠倒黑白，认定是桑宁恶意推摔沈星辰，害人未遂，指责他拒不认错，毫无姐姐担当，心性歹毒。桑宁看着这群是非不分的家人，满心嘲讽，反问众人究竟是沈星辰演技过人，还是众人自带偏见，甘愿纵容虚伪，黑白不变？这番清醒的质问彻底激怒众人，所有人纷纷维护沈星辰，夸赞他善良单纯，常年被桑宁极度针对，默默受委屈。桑宁冷冷对视，眼前的争执只是小事，前世经年累月的压榨、抛弃与背叛，才是沈家刻在他骨子里的伤痛。众人被他冷冽强势的气场震慑，直呼他疯魔偏执、苛待亲妹。话音未落，沈星辰立刻切换柔弱姿态，眼含委屈询问桑宁，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事，恳请姐姐不要讨厌自己。看着他熟练的扮可怜戏码，桑宁厌恶不已，厉声制止他再喊自己姐姐。桑宁冷漠宣告自己孑然一身，无牵无挂，无需维系虚假的姐妹情深。他直接戳破沈星辰的伪装，若真心希望自己离开，便安分守己，不再招惹。同时他郑重表态，会全额归还多年来在沈家的衣食开销，还清所谓的养育之恩，从此与沈家两清，再无牵绊。彻底划清界限的态度让沈思怒不可遏，怒斥桑宁忘恩负义、无情无义，自嘲识人不清，养出了欺压亲妹的白眼狼。桑宁坦然承认自己只是养女，自啧铿锵反问，世间哪有长辈会将年仅11岁的孩子孤身送出国，数年不闻不问，放任自流？沈思被问的语塞，牵强辩解送他出国是为了他的前程。桑宁不愿再多纠缠，直接官宣当日搬离沈家，彻底断绝与沈思的父女名分，斩断和沈家所有的人情纠葛。沈星辰连忙插话打圆场，故作懂事劝解，称桑宁只是一时赌气，甚至主动揽下过错，唯恐姐妹失和。这般惺惺作态彻底惹怒桑宁，他直言旁人交谈不得随意插嘴，若沈星辰执意招惹，自己便改变主意，绝不离开沈家，彻底撕破所有人的体面。眼见桑宁毫无转圜余地，沈思气急败坏，怒骂他废物无能，再三确认他是否执意断绝关系，永不后悔。桑宁眼神坚定，果断应允。沈思怒极反笑，冷声警告他，踏出沈家大门便一无所有，自己会彻底切断他的所有经济来源，笃定脱离沈家的他无法独自立足。桑宁依稀记得3岁被领养时，他也曾拥有过短暂温情，可自从沈家寻回亲生女儿沈星辰，所有偏爱尽数消散，属于他的温暖彻底破碎。如今彻底决裂，这段10余年的虚假亲情裂痕深彻，再无弥补可能。场景切换至昏暗商务场合，一位张总正对陆萧寒卑微求饶，痛哭忏悔。他哭诉自己遭人胁迫，对方以柚子性命相要挟，逼他背叛陆萧寒，交出核心项目书。陆萧寒神色淡漠，平静反问自己从未为难他人，对方为何执意背叛？张总悔不当初，
愿倾尽所有赎罪。陆萧寒眼神冰冷，告知他背叛的那一刻，便早已预见结局。走投无路的张总彻底失控，怨怼诅咒陆萧寒冷酷无情，子嗣终将因他的凉薄坠入深渊。清亮女声骤然响起，桑宁从容开口，直言自己不会有孩子。陆萧寒闻声不耐，以为是闲人滋事，吩咐手下将人驱离。桑宁并未退缩，清晰喊出他的名字，瞬间吸引全场目光。陆萧寒满心诧异，询问他如何知晓自己姓名。桑宁从容自我介绍，他叫桑宁，是他的亲生女儿。突如其来的认亲言论让陆萧寒错愕不已，他从未成婚，当即断然否认，认定他受人指使，刻意招摇撞骗。桑宁语气笃定，坦言句句属实，愿意配合亲子鉴定自证身份。面对陆萧寒的戒备，他主动表明无需他抚养，自己可以独立谋生。为取信于人，他精准道出陆氏耗时5年未能突破的智能医疗机器人机密项目，坦言自己手握核心专利，可无偿转让陆氏。陆萧寒震惊不已，无法相信普通女学生知晓陆氏最高机密，只当他年少轻狂，肆意妄言，劝说他安心学业，勿掺和商业纷争。桑宁一眼看穿他的戒备，直言自己摸清陆老爷子重利的秉性，仅凭这份专利，陆家便绝不会轻视怠慢自己。陆萧寒眼神骤冷，厉声警告桑宁，得罪他的人从无好下场，奉劝他不要肆意挑衅，自寻死路。桑宁毫无惧色，直面这位陌生的生父，直言生而不养本就有违法理，他理应承担相应责任。夜色渐深，下属担心桑宁孤身遇险，劝说陆萧寒不要放任他独自离开。陆萧寒沉默片刻，吩咐手下暗中跟随，密切留意动向。不久后，下属追上桑宁，转达陆萧寒的会面邀约。二人再度相见，桑宁坦诚自己左耳听力受损，听音不清，恳请他放下戒备，配合亲子鉴定核实亲缘。陆萧寒最终应允，初步鉴定结果确认二人存在血缘关系。他郑重承诺会履行父亲的责任，全权负责他的生活与成长。桑宁淡然道谢，明确表态不会增添任何麻烦。陆萧寒告知他可随意挑选别墅房间，日常所需可随时吩咐管家与助理徐胜。桑宁礼貌致谢，心底却无比清醒。二人毫无温情铺垫，这份突如其来的父女关系注定疏离淡漠。全套正式亲子鉴定报告出炉，100%证实桑宁是陆萧寒的亲生女儿。即便证据确凿，陆萧寒依旧心存疑虑，觉得他凭空出现疑点重重，暗藏目的，当即下令徐胜彻查桑宁的全部过往。徐助理劝说总裁无需过度防备，亲缘已然属实。这番劝谏惹怒陆萧寒，冷脸质问他是否敢僭越插手自己的决定。徐助理立刻晋升认错，躬身退离。随后别墅管家专程找到桑宁，态度恭敬，表示他有任何需求均可随时吩咐。桑宁顺势询问陆萧寒的作息，管家如实告知，总裁常年忙于工作，极少返回别墅，大多留宿公司。得知实情，桑宁对这段仓促的父女缘分彻底不抱期待。为陆萧寒调理身体的徐医生发现异常，自桑宁出现后，他多年的心脏顽疾愈发严重，只要目睹桑宁委屈难过，心脏便会产生剧烈痛感，推测他的身体症结与这位骤然出现的女儿紧密相关。陆萧寒满心疑惑，二人素未谋面，毫无交集，无法解释这份诡异牵绊。他婉拒心理疏导，明确会继续在海城大学就读，坦然面对校内所有流言与纷争。此时的海城大学，桑宁早已深陷舆论漩涡，两段断章取义的视频让他被全校学生肆意诋毁，众人嘲讽他无父无母，品行恶劣，恶意揣测他左耳失聪是报应，认定他恶意推摔沈星辰，心肠歹毒。得知他被沈家断绝关系，更是纷纷嘲讽他自作自受。好友段晴看到漫天恶评，连忙提醒桑宁查看校园论坛，担心流言刺伤他。桑宁通篇看完，神色平静，毫无波澜。段晴贴心安慰，众人不明真相，眼见非实，让他切勿被流言扰乱心绪。同学孝心见他独自伫立，主动上前关切询问。桑宁礼貌道谢。段晴指着不远处的沈家二哥，询问他是否上前打招呼。桑宁态度淡漠，直言自己与沈家早已恩断义绝，往后再无任何交集。段晴担忧他的生活着落，桑宁坦然告知自己已找到亲生父亲，无需再依附沈家分毫。不远处，沈家几人看着孤身一人的桑宁，满脸不屑嘲讽，笃定只需冷落几日，向来依附沈家的桑宁定会低头认错，主动回归。沈星辰依旧维持温柔善良的人设，故作愧疚，称兄长们是生自己的气，想要主动道歉缓和关系。沈家二哥立刻拦住他，温柔安抚，直言他毫无过错，错的是肆意闹脾气的桑宁，笃定桑宁不出数日便会后悔道歉。
沈星辰故作懂事，直言只要姐姐愿意回家，自己便心满意足。话音刚落，沈家二哥便理所当然地使唤桑宁去买奶茶。这般居高临下的拿捏姿态，彻底惹怒段晴，当场出声制止，直言沈家众人做法过分至极。沈家众人立刻将矛头对准段晴，嘲讽他身份低微，只是依附沈延川的跟班，无权多管闲事，还强硬逼迫桑宁立刻去买奶茶，放话沈星辰喝不到便绝不放过他。桑宁冷眼相对，淡然反问他们凭什么随意使唤自己。他心底感慨，前世的自己太过愚蠢，明知沈家人自私偏私，满心恶意，依旧卑微讨好，一味顺从，只为奢求一丝虚假亲情，最终落得满身伤痕。重生清醒，他绝不会再对沈家人有半分妥协。紧接着，桑宁当众求证沈延川是沈家养子的传闻是否属实，众人立刻厉声呵斥，让他闭嘴，不许妄言。看着众人恼羞成怒的模样，桑宁毫无波澜。沈星辰连忙温柔安抚沈延川，直言无论外界如何议论，他都是自己最亲的兄长。众人也纷纷附和力挺。前世的桑宁一辈子困在既定轨迹中，卑微隐忍，受尽委屈。重生归来，他决意打破宿命枷锁，挣脱所有束缚，走出属于自己的全新人生。一番纷争过后，桑宁独自返回住所休整。陆萧寒见他归来，略带疑惑地上前询问。桑宁淡然回应：“这里是自己的住处，自己自然有权归来。”陆萧寒静静打量她，少女身形单薄，气质清冷疏离，全然没有少年人的鲜活烟火气。陆萧寒心知他在沈家步步维艰，受尽委屈。11岁孤身远赴异国求学，无人照料，无人疼爱，无人牵挂，这般孤苦境遇，让他共情了自己冰冷的成长过往。陆家权力凌驾于亲情之上，他与弟弟自幼严苛受训，常年为继承权明争暗斗，互相算计，早已习惯孤独与冰冷争斗。心念至此，陆萧寒态度柔和不少，主动提出带桑宁外出用餐。抵达餐厅后，店员认出陆萧寒，热情接待，夸赞二人容貌酷似，气质出众。陆萧寒让桑宁随意点餐，不必拘束。桑宁只点了一道糖醋樱桃肉。见他拘谨少时，陆萧寒主动劝说他多尝店内招牌菜品。用餐途中，沈思突然现身，撞见桑宁便立刻上前质问他为何在此。桑宁冷冷回怼：“沈思能来的地方，自己自然也能踏足。”沈思依旧端着大家长姿态，苦口婆心劝说他不要赌气，放下隔阂，返回沈家。沈家大儿子随即上前挑衅，嚣张质问桑宁与陆萧寒的关系，对陆萧寒出言不逊，态度傲慢。陆萧寒气场沉稳淡漠，反问对方以何种身份干涉私事，明确桑宁早已被沈家驱逐断绝，沈家无权再干涉他的生活。沈思固执己见，强硬表示自己是桑宁养父，这是自家家事，无需外人插手。桑宁态度决绝，直言自己绝不会回头。如今的他只是独立的桑宁，与沈家再无瓜葛。沈思气急败坏，斥责他攀附外人，背弃沈家，丢尽脸面，直言后悔当年将他接回国内。桑宁冷漠回怼：“当年沈家狠心将年幼的他送出国，置之不理。如今他平安归来，换来的只有无尽指责与苛责。”陆萧寒当即出声维护，嘲讽沈思心思狭隘，郑重告知他桑宁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沈思满脸难以置信，拒不相信。陆萧寒直言会发送亲子鉴定报告供他核实，同时发出严厉警告，严禁沈家任何人纠缠打扰桑宁，否则陆氏将立刻终止所有合作，让沈家承担全部商业损失。随后便带着桑宁转身离去。被陆萧寒当众庇护的桑宁满心不适，他常年独立惯了，极不习惯被人撑腰，更不愿平白欠下人情，滋生牵绊。陆萧寒看穿他的心思，轻声坦言自己并非刻意以父亲身份自居。桑宁抬头认真看向他，轻声询问他能不能做自己的爸爸，坦言自己早已无依无靠，再无至亲。陆萧寒看着他恳切的眼神，劝导他不要随意亲近陌生人，太过危险，打算将他暂时安置妥当。经核查确认，桑宁是被家人刻意遗弃，且极度抗拒福利院安置。工作人员坦言他身无分文，处境窘迫，难以独自立足，询问他是否愿意重新寻找养父母。桑宁果断拒绝，恳切望着陆萧寒，表明自己有独立赚钱的能力，绝不会拖累他分毫，恳请他不要丢下自己。陆萧寒心底微动，当即吩咐下属彻查桑宁在国外的所有经历，查清他独自熬过的苦难。下属很快带回结果，当年沈思将11岁的桑宁送入管控严苛、环境艰苦的千寻岛封闭寄宿学校。桑宁14岁艰难逃离，可他逃离后的所有生活痕迹都被人刻意清除，线索尽数断裂，无迹可寻。得知全部真相，陆萧寒满心愧疚与心疼。年幼的孩子孤身漂泊异国，无人庇护，
无人帮扶，独自熬过无尽苦难。而自己身为生父，从未尽过半分养育之责。他最终选择不再深挖过往，不愿反复揭开桑宁的伤疤。告别连日纷争，桑宁终于睡了一场安稳的觉。他暗自感慨，自己或许与沈家相克，唯有彻底远离，方能求得安稳。次日开学，同班同学因即将到来的月考满心焦虑，彻夜复习收效甚微，生怕成绩垫底被勒令退学。桑宁轻声安抚同学，拿出自己精心整理的课堂笔记，告知他认真研读便能稳住成绩。周围同学纷纷嘲讽，常年稳居倒数的桑宁竟敢分享学习方法，笃定月考过后桑宁定会被狠狠打脸。面对周遭嘲讽，桑宁全然不在意。发小乔安然见状出言讥讽，取笑他平庸无能，毫无长进。桑宁淡淡回怼，直言对方心性浮躁，极易动怒，不配嘲讽他人，还调侃他常年稳居年级第2，与其有空消遣别人，不如静心刷题突破自己。乔安然被戳中痛处，怒火中烧，斥责桑宁品行恶毒，忘恩负义。如今被沈家驱逐，一无所有，还敢肆意嚣张，笃定他很快会因成绩太差被劝退。桑宁神色淡然，底气十足，坦言脱离沈家的束缚与内耗，自己只会愈发优秀，退学之说纯属无稽之谈。前世的他倾尽所有卑微讨好，拼命守护冰冷的沈家，最终一无所获，满身伤痕。他始终不甘，沈星辰无需付出分毫，仅凭柔弱伪装便能收获所有人的偏爱。这辈子他斩断虚假亲情，摒弃卑微执念，所有荣誉与成就都要凭自己的实力亲手拿下。陆萧寒的下属再次汇报，桑宁国外后期的生活痕迹被人刻意清除，线索彻底断裂，无法追查。陆萧寒满心疼惜，感慨自己将他带到世间，却从未给予庇护，让他孤身承受了所有风雨苦难。次日，陆萧寒亲自接送桑宁，准备带他办理户口落户，还温柔询问他是否想要改名。桑宁毫不犹豫拒绝，执意保留自己的名字。随后，陆萧寒带他逛商场，将店内新款衣物、生活用品尽数买下赠与他。看着琳琅满目的物品，桑宁心生感慨。从前在沈家，他终日纠结与沈星辰的纷争，从未规划自身人生。再加之尚安暖常年刻意克扣他的开销，导致他如今身无积蓄，生活窘迫。购置完物品后，桑宁独自前往京市探望外公云振庭。外公曾对陆萧寒有救命之恩，也是世间唯一真心疼爱、无条件包容他的长辈。上辈子他执念沈家的虚假亲情，忽视了外公，还让外公为他背负污名，受尽委屈。这辈子他绝不会辜负这份真挚厚重的疼爱。外公得知他要来，一早便在客厅等候。初见桑宁，他故作严肃，调侃自己只是孤寡老人，不配被他称呼外公。桑宁连忙撒娇安抚，直言他是自己最亲近敬重的长辈。外公瞬间心软，立刻追问他是否在沈家受了委屈。得知他被苛待，当即就要上门为他讨回公道。桑宁连忙劝阻，坦言自己只是思念他，并未受委屈。外公嗔怪他许久不曾探望，桑宁诚恳道歉，承诺往后常来陪伴侍奉。外公看着隐忍懂事的他，满心心疼，再三叮嘱他，无论发生何事，自己都是他最坚实的后盾。桑宁如实告知外公，自己已彻底断绝与沈家的关系，并且找到了亲生父亲陆萧寒。外公满心欣慰，直言沈家凉薄不值得留恋，断绝关系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他郑重叮嘱桑宁，若是陆家待他不好，随时可以回家，这里永远是他的归宿。暖心的话语让桑宁心头一热，真诚道谢。当晚，桑宁告知管家，自己留宿外公家中，无需返回陆家。深夜，陆萧寒得知他彻夜未归，且仅告知管家，未曾亲自告知自己，心底莫名生出牵挂与在意。他恍然察觉，自己已然悄悄牵挂着这个骤然出现的女儿。次日，桑宁归来，恰好遇上高烧不退的陆萧寒。昨夜他留宿在外，别墅下人不敢擅自照料主子，导致陆萧寒高烧一日无人看管。桑宁即刻贴身陪护，悉心照料。陆萧寒退烧清醒后，满心疑惑，自己按时服药，高烧却迟迟反复不退。清醒后的陆萧寒轻声问询自身状况，桑宁关切确认他的身体状态。陆萧寒下意识道谢，连自己都倍感诧异，素来冷漠寡言的他，竟会对刚相认的女儿这般温和客气。他回想昨夜桑宁未归的整晚，自己彻夜无眠，心绪不宁，第一次体会到心中有牵绊的滋味。心绪平复后，陆萧寒邀请桑宁随自己前往公司。桑宁欣然应允。抵达陆氏集团，员工们从未见过冷面严苛的陆总身边带着年少少女，纷纷好奇打量，夸赞桑宁容貌精致，气质脱俗，宛若备受宠爱的小公主。陆萧寒将桑宁安置在专属办公室，让她随意休息，有需求可随时联系徐胜。看着安静乖巧的桑宁，
他难得心生满意，特意吩咐下属给徐胜涨薪。一众员工目睹陆萧寒的温和模样，无比震惊，全然不敢相信素来严苛的陆总会性情大变。往日难以通过的项目方案，今日尽数顺利审核落地。员工们私下议论，陆总的性情转变，全然是被身边的少女影响。实习生邓威见状，刻意上前挑衅，傲慢质问桑宁与陆萧寒的关系。桑宁冷淡回应与他无关。邓威心生优越感，炫耀自己是陆萧寒亲自招录的核心实习生，自认身份特殊，高人一等。桑宁淡淡嘲讽陆萧寒眼光不佳，招录这般傲慢无礼、目中无人的员工。邓威瞬间恼羞成怒，恶意诋毁桑宁品行不端，攀附权贵，肆意辱骂他与他的家人。不堪入耳的言辞激怒桑宁，二人当场争执。邓威随即假意委屈落泪，谎称自己好心提醒，反被桑宁恶意针对。争执之际，陆萧寒推门而入，不等邓威辩解，他立刻厉声制止，不问前因后果，第一时间关心桑宁是否受委屈。桑宁略带诧异，询问他为何不查明真相便偏袒自己。陆萧寒温柔安抚，直言自己的女儿无需受半点委屈，无论对错，外人皆无权欺负。霸气放话桑宁在海城可肆意自在，有他撑腰，无人敢随意智慧。随后陆萧寒当场开除邓威，同时向全行业发布禁令，严禁任何企业录用他，彻底斩断他的职业生涯。徐助理连忙提醒，邓威业务能力出众，是优秀人才。陆萧寒毫不在意，坦言陆氏从不缺能力出众的员工，绝不包容品行恶劣、肆意欺辱他人的人。月考成绩正式公布，段晴靠着桑宁整理的笔记高效提分，彻底摆脱退学危机，满心欢喜向桑宁报喜，由衷感慨桑宁的优秀，庆幸自己拥有这般真挚的好友。桑宁真心为他开心。反观沈星辰，此次成绩远逊桑宁，落差悬殊。沈家众人得知桑宁拿下年级第一，全员难以置信，无法接受。安暖满心极度不甘，暗自盘算打压桑宁的风头，绝不允许女儿被桑宁彻底碾压。沈星辰故作柔弱懂事，刻意暗示桑宁成绩涨幅突兀，不合常理，必定存在作弊嫌疑。沈家众人纷纷附和，笃定常年垫底的桑宁不可能一跃成为榜首，集体要求桑宁当众道歉，给出合理解释。面对众人无端猜忌与恶意抹黑，桑宁从容冷静，直接联系校长到校当众作证。校长抵达后，当场厉声驳斥所有谣言，明确学校考场监控全覆盖，设备严谨，绝无作弊漏查的可能。校长随即揭露真相，桑宁入学考试便是全科满分，创下建校最高分纪录。常年成绩垫底只是他刻意控分，低调藏拙，这份自律与实力远超校内多数学生。为彻底自证清白，校长直言众人可任选高难度考题，当场测试桑宁的真实水平。作弊谣言彻底被戳破，真相大白。校长转而斥责沈家众人无端造谣，恶意诋毁同学，同时批评桑宁与沈星辰冲动争执，举止不妥，下令双方家长即刻到校，二人需留在办公室反省至家长抵达。沈家众人本想颠倒黑白，逼迫桑宁当众出丑认错，最终却自食恶果，颜面尽失。桑宁凭借绝对实力与从容底气，彻底打破所有人的偏见与诋毁，在这场无端纷争中赢得彻底胜利，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逆袭人生。